外交部13号发布决定，对美国反华议员麦克·麦考尔采取多项反制措施，再次凸显了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的一贯立场。那么，麦考尔到底有哪些劣迹？中方已经多次制裁妄图打台湾牌的反华议员，威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来看分析。根据外交部发布的关于对美国反华议员麦克·麦考尔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近年来频繁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并于近期率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15条规定，中方决定对麦考尔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本决定自2023年4月13号起实行。我想这个麦考尔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断的鼓动这个台独这个战争论，把台湾打造堡垒的这种反华的一员之一所以大陆对他的一个制裁我想这个也是算是忍无可忍了深圳卫视注意到，1周之前，也就是4月6号，作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麦考尔不顾中方坚决反对，率领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声称保证将协助为台湾提供军事训练与加快美国对台军售的交付。据台媒曝光，截至去年，美国已经积压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没有发货，但钱已经收了。美方当时表示，由于不断援乌，美军自己的武器库存都不断降低，因此短期内交货无望。此外，麦考尔窜台期间还讨论了把低轨道卫星高速网络星链系统引入台湾的可能性。观察指出，星链低轨道通讯卫星在俄乌冲突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美西方近来不断有媒体鼓吹该系统的军事化，但实际上，目前俄军已经使用了定向致盲特种装备，星链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此外，星链使用费十分昂贵，乌政府已经拖欠天价使用费。期间，马斯克曾多次让乌军的星链终端断线。麦考尔还在推特上分享了他与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见面的视频，宣称他和他的同事对到台湾感到自豪，还扬言美国不会被中国吓倒。当然，我们知道民进党是相当的完全亲美的一个政策嘛，那亲美的一个政策当然就是反中抗中。那你要反中抗中的话，民进党其实自己是没有那个实力去抗中的，所以他只能抱美国的大腿值得警惕的是，返回美国后，麦考尔还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当记者问是否认为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动军事力量是可选项，麦考尔叫嚣称当然是，并声称美国国会将会讨论这个问题。据资料显示，现年58岁的麦考尔曾担任过美国联邦检察官、德州副司法部长、反恐和国家安全首席等职务。他在美国政界算得上是老油条，深谙选举之道，知道美国人最喜欢听什么。近年来，麦考尔频繁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以此博取选票。他曾宣称，其首要任务就是与崛起的中国竞争，包括审查高端技术方面的出口。此外，麦考尔还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主席，在新冠疫情、涉疆、涉台等问题上，均对中国进行过攻击抹黑，还是涉 TikTok 法案的发起人，污蔑 TikTok 在美国运营风险太大，强硬推动美国国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麦考尔不断蹭反华热度。2021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撰写一份报告，胡诌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新冠大流行的源头。有中国记者在核实其报告内容时，甚至发现麦考尔的抹黑报告甚至没有出钱雇用中文翻译，大量不实信息是使用网络翻译工具炮制的，并直接将数字中的小数点拿掉，闹出花6亿美元修空调的荒谬笑话。2022年5月23号，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麦考尔向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爆料称，泽连斯基发言后，中方代表团没有鼓掌。但事实核查发现，麦考尔所指的视频实际上是越南代表团。随后，美国有线新闻网公关部门就假新闻道歉，但麦考尔本人则默不作声。有美国媒体曝光，麦考尔的道德记录有黑历史。据悉
2019年至2021年期间，有数百个美国国会议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内部信息进行交易，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麦考尔就是获利最多的那一个。其在众议院安全委员会任职时，他的家人就对该机构承包商进行内幕交易，涉及 IBM 和埃森哲这2家承包商，还包括脸书的母公司。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外交部宣布对日前窜台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实施制裁一事，您怎么看？我注意到最近这些年来，中方制裁了不少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其他国家官员，尤其是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但是总有人会说，假如这些人在中国境内并没有资产，也不想到中国做生意，甚至是不想入境中国，那这些制裁还有什么用？我认为首先，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层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中国也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这些被制裁的官员，即使现在在中国境内没有资产，不跟中国做生意，但并不意味着你永远在中国境内没有资产，永远不跟中方做生意。其实你现在可以嘴硬不进入中国境内，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进入中国境内。因此这个制裁的持久性威慑效应始终是存在的。其实我们不仅要看这些制裁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更要看到它背后的象征性意义的威慑力，尤其是要看到这些制裁措施背后所发出的政治信号。中方通过这些制裁措施，不仅表达了我们反对麦考尔们插手台湾问题的原则性立场，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准确地向外界发出了应该发出的政治信号，即是我们向美方发出了中方坚决维护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不允许任何人肆意践踏公报权威的信号。其二是麦考尔们的言行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的信号，我们只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制裁麦考尔们向台独势力发出正确的信号。第三，更为关键的是，中方这样做还可以起到安抚与振奋国内人心的作用，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我们在反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上一直是在有所作为。那对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妄称受到中方的制裁是一种荣誉，您又怎么看呢？其实麦考尔的这一回应完全在中方的预料中，因为麦考尔并不是美国的行政官员，行政官员又要受到白宫内部的政治纪律的约束。作为一名国会议员，而且是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只需要对给他投了票的选民来负责。这也就注定了麦考尔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会更加情绪化、民粹化和意识形态化。为了吸引媒体的眼球以及吸引选民的选票，他更加容易做出不受约束的非理性行为来。而且越是受到了中方的制裁与打压，越有利于他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刺头，牵着不走，打着倒退。4月1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巴西总统卢拉访华。在会谈时，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巴西关系，将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位置。卢拉也表示，全面加强对华关系也是巴西社会各界的共同强烈愿望。自4月12号启程来华至14号的3天时间里，卢拉在个人推特上连续发布了超过30条内容，详细分享了他在中国的行程。卢拉写道：“我们希望提升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扩大贸易往来，并与中国一起平衡全球地缘政治。”而他的太太巴西第一夫人罗桑热拉也积极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在北京的见闻。在他发布的一段近50秒的视频中，他与同伴在向导的带领下参观故宫。他写道：“在北京开始新的一天。”在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建筑杰作之一的地方紫禁城，卢拉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在巴西国内引发热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驻里约热内卢记者在连线时指出 Oui, c'est un des principaux sujets qui est abordé aujourd'hui. C'est à la une de tous les journaux, le voyage de Lula en Chine. 巴西环球报在报道中指出，重要的是要说，中国一直是巴西在贸易关系中的首选合作伙伴。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卢拉访华标志着巴西与其最大贸易伙伴关系的深化。
德国新德意志报网站称，卢拉在中国有重要使命，这是一次特别重要的国事访问。仅巴西代表团的规模就足以说明与这个亚洲超级大国的关系有多么重要。据悉，与卢拉一起访华的代表团规模庞大，共有240人，其中约40位为高层人士，包括8位部长，分别负责财政、环境和气候变化、农业和畜牧业、科技创新、外交、矿业和能源、社会发展以及通信，还有包括巴西利亚州长等巴西东北部地区的共5位州长。观察指出，这意味着在上述多个领域以及地方政府层面，巴西都将与中国深化合作。根据巴西政府此前公布的声明，在此次为期4天的行程中，将与中国签署大约20项双边协议，包括共同发射一颗新的卫星，用于观测亚马逊流域，与中国设立一项基金，支持巴西的森林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等。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巴西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将与中国签署出售20架商用飞机的协议。2009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巴西大豆、铁矿石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场。巴西也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投资接受国，主要集中在高压输电线路和石油生产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认为，重启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卢拉在全球地缘政治上重新建立影响力的关键。国际舆论还注意到，巴西总统卢拉访华期间表示，近日与中国达成协议，中巴贸易以本币开展贸易。外界预计，此举将进一步促进中巴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中国和巴西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观、安全观、国际秩序观方面有很多相似或者相同的立场。这个呢，也是有助于我们可能在应对全球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些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合作。13号，卢拉在上海访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是世界开始去美元化的一个标志？卢拉说，我每到晚上都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国家都要用美元来结算呢？为什么不能是人民币或者是其他货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呢？为什么金砖各国不能用自己的货币来结算呢？巴西马加斯基金会大学国际金融学副教授夏华生表示，美联储激进加息令美元回流，导致国际外贸市场美元缺乏。历史上，美联储不负责任加息曾导致多国金融和外贸系统崩盘。因此，在美联储再次铁腕加息时，各国开始吸取教训，选择绕开美元，使用本币交易是合理的。英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邀请德国外长贝尔伯克4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4号一大早，秦刚结束外访行程后赶赴天津，同贝尔伯克一道参观了当地德国企业。随后，两人一同乘坐高铁前往北京，并共同主持第6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另据新华社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14号在北京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第6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14号在北京举行，中德两国外长就中德、中欧关系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沟通。秦刚强调，发展好双边关系的关键在于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秦刚指出，中德是伙伴，不是对手。德方制定涉华战略文件时，应从中德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出发，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中德要合作，不要对抗，无论是零和对抗还是集团对抗，都要不得。秦刚强调，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互利共赢是中德务实合作的底色。中德在产业链上的依存关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规则下的最优的选择。中德经贸额长期占中欧经贸额总额的近30%，人为给正常的经贸合作踩刹车，将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中德应开展全方位交流，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秉持正确相互认知，推进各领域合作，本着务实开放精神，促进互利共赢，坚持互尊互信、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原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国际事务沟通协调，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挑战。首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于2015年在德国柏林举行，此后在两国间交替举行。上一轮是2020年在柏林举办。值得一提的是，
战略、经贸、人文领域对话被视为中德政府间磋商的3根重要支柱。在这些系列对话机制中，战略对话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首先，战略对话涉及外交和安全领域，有一定定调开路作用。尤其在新的国际局势大背景下，双方在战略安全领域也有不少话题可以交换意见。其次，外交氛围会影响到经贸和人文交流的氛围。促进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跟战略共识，将会共同推动，双方接下来的这种磋商效率，并且为下一阶段中德之间的领导人高层会晤进行一个铺垫跟准备工作。随后，秦刚和贝尔伯克共见记者，谈到台湾问题时，秦刚强调，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秦刚指出，台海局势出现紧张，根本原因就是岛内一些台独分裂势力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作用下搞台独分裂活动，这才是造成今天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如果大家都希望台海局势稳定，希望地区和平安宁，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反对外来干涉。秦刚再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中国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领土1寸都不能少。就当前国际局势下的中德关系，秦刚表示，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双方就更应该继续拿出冷静和理智。中华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都以冷静、理性而著称，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还是需要我们这2个民族，我们2国的政治家，我们的外交家。要继续拿出冷静和理智。外交部发言人介绍，14号一早，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结束出访行程之后赶赴天津，同贝尔伯克外长一道参观了当地德国企业。随后，2人一同乘坐高铁赴北京。这是贝尔伯克外长首次正式访华，相信通过和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天津的参访，贝尔伯克外长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德互利合作有了更加直观、生动的了解。外界注意到，虽然贝尔伯克此行没有像去年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时一样带来企业家代表团，但他13号首站抵达天津时就会见了当地的德国企业家，访问了一家德国风力涡轮机生产商在当地的工厂，以及一所与德国有联系的学校。在与天津市有关领导会见时，贝尔伯克表示，天津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与德国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希望深化双方贸易投资、环境保护、新能源、教育等领域合作，促进青少年交往和人文交流，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广领域拓展。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2980亿欧元，同比增长21%。中国连续第7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大众、巴斯夫等大型企业不受疫情和国际政治变局影响，继续看好中国市场，向中国进行巨额投资。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了115亿欧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德国驻华使馆的欢迎来到德国栏目介绍称，如今的德中关系如此紧密，特别是2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德国在亚洲地区处于第1位的经济伙伴国。中国已远超荷兰和美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进口的最多货物都来自中国。外界高度关注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首次访问中国。事实上，去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时，作为外长的贝尔伯克打破惯例没有随行，受到德国舆论的批评。有媒体认为，他的做法破坏了德国政府的团结形象。当时，德国经济研究所就发文提醒他，对华出口贸易为德国创造了110万个就业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启程赴中国之前，贝尔伯克向媒体表示，德国不想和中国在经济上脱钩，但也必须减少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风险。中国对欧盟来说，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和体制性对手。他又说，希望与中方探讨在气候保护和各产业领域扩大合作的可能。事实上呢，这一轮的中欧交往的热
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德国率先引领。同时呢，贝尔伯克外长此行呢也是他的第一次访华。那么对于他本人以及整个德国政府的中国观的一个塑造，都会起到一个正积极的作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贝尔伯克本人表现出对华强硬姿态，对他本人访华没有益处。尤其是他想借此访代表欧洲内部的某些舆论来与中国沟通，更是难以如愿。因为他是德国外长，而不是欧盟外长，而且中方已经明确表示，贝尔伯克此访仅限于讨论中德事务，这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取得的广泛成果形成鲜明对比。分析认为，实际上贝尔伯克资历浅，在欧盟内部影响力有限，他本人也多次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分庭抗礼，将德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摆上台面。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领袖穆策尼希特指出，贝尔伯克曾多次发表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至少从中国的角度看，他没有做到差异化，从而使自己陷入当前的境地。还有舆论呼吁贝尔伯克以德国利益为重，他们列举称，德国电子产业消耗稀土的 93.5% 来自中国，电池产业的石墨也有 90.4% 依赖中国供应链，至于市场就更不用说了。此外，贝尔伯克在4月5号说，访华时将高度关注俄乌冲突。他还声称中国保持中立不合适，并希望就中方提出的立场文件交换意见。在14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再次表明中方的态度。关于乌克兰问题，中方强调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劝和促谈。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今天中德外长在北京会晤后共同见记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称，德国坚持一中政策，但也关注台海局势。而秦刚则强调，尊重一中原则的正确做法就是坚定反台独。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回答有关德国外长涉华表态的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呢特别讲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周五一早，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结束出访行程之后，赶赴天津，与德国外长共同参观当地德企。之后呢，两人同乘高铁抵京。外交部官网也显示，秦刚最新的出访行程是在撒马尔罕参加第4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以及第2次中俄巴伊4国的外长的阿富汗问题非正式会议。所以呢，这是大国外长格外忙碌的一天，转场2国3地。足见呢对首次访华的德国外长的重视，对中德关系的重视。应该说，今天2位外长共同见记者，在涉台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交锋的。贝尔伯克他虽然声称德国坚持一中政策，但是呢，他也在强调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对欧洲人来说不可接受。我个人认为，后半段是他更想说的话。是在强调反对武统的所谓欧洲立场，那么这也是在变相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涉台表述及其所谓的欧洲争议。当然了，在关乎中国国家利益核心之核心的台湾问题上，中方不会有任何的含糊空间，外部世界对此呢也不应该抱任何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秦刚当场就反击回呛，各国尊重一中原则的正确做法就是呢要坚决反台独。那么这是在重申一中政策、一中原则的真正的核心所在。顺着贝尔伯克他的逻辑和话头，既然他强调反对改变台海现状，那么他就应该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对台海现状的最大威胁与冲击，恰恰就是岛内蔡当局的以洋谋独的挑衅行径，是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干预操弄。贝尔伯克今天也谈到，我们欧洲人俨然是在表述欧洲立场，但是有必要追问，在台湾问题上有没有所谓的欧洲立场？那么如果有，底线在哪儿？红线在哪儿？马克龙不是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欧洲不应该沦为美国的附庸吗？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的忠告式的追问，可以说言犹在耳。欧盟自称是一个大中心，一个世界权力中心，一个独立的世界权力中心，就和美国、中国一样。那么，欧盟为什么必须一直听命于美国？
波兰总理在访美期间更抛出所谓乌克兰战败将触发中方武统台湾的荒唐提法。那您对此作何评论呢？我个人认为，且不论乌克兰危机与台湾问题毫无关联性，那么退1万步来说，即使真有联系，那么唯一的关联性就是作为首要原则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乌克兰要捍卫自身的领土完整，那么中国作为安理会5常成员，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就更加应该捍卫自身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要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必须要指出，波兰总理大放厥词是在美国智库，其实就是要向白宫投名状，是要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谓涉台议题的言说风波中毫无底线的来站队美国。所以你看莫拉维茨基他多用力啊，连目光短浅的说法都抛出来了，这就是在捅刀马克龙。所谓希望能在中国销售更多欧盟产品，不惜付出巨大地缘政治代价的发难指控，就是在为法国总统量身定做的。马克龙接受媒体专访，强调欧洲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做美国的附庸。这番瞄准欧洲战略自主的肺腑之言，竟然在大西洋两岸引发同步围攻，一些个欧洲小国纷纷站队，这很耐人寻味。周三，法国财长勒梅尔在美国出席 IMF 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时呢，也被迫出来为马克龙辩护。他强调，作为美国盟友，不代表就应该反华。但是呢，至少在波兰总理这样的选边站的欧洲政客的眼中或者说美式霸权思维呢，就是已经做出了判定，美国盟友的标准就是要反华。必须要指出，甚至就德国外长的首次反华行程，美西方舆论据此鼓噪炒作的一些个提法，同样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那么在您看来，美西方舆论的哪些提法是值得警惕的？贝尔伯克这一趟中国行被不少欧美媒体判定为所谓的 damage control 之旅，也就是所谓的损害管控之旅。所以德国外长要重申欧盟对北京的所谓共同立场，这就是鬼扯。更有不少媒体在大肆炒作所谓马克龙访华失败论。纽约时报周三就在标题中鼓吹马克龙中国行引发批评，回国之后遭冷遇。这些个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当然是基于选边站队的潜规则。类似波兰总理的奇葩言论，更是对选边站队美方的无底线跪舔。据马克龙一心倡导追求的欧洲战略自主与自身的战略利益，可以说隔了10万8千里。贝尔伯克在来华之前，德方传出所谓重审中远入股汉堡港的这个风声。当初中远投资，美方也曾经极力阻挠，有美国官员毫不讳言，曾经施压这起收购案，最终呢令到中远获批的投资比例削减了10个百分点。但是这明明是德国政府去年就已经审批通过的投资案了。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纽约时报》鼓噪炒作马克龙访华失败论之际，这家美国大报呢，昨天也特别刊出长文，用了一个扎眼的标题 ：As U.S. tries to isolate China, German companies move closer。当美国寻求与中国脱钩，德企扩大在华投资，美报就声称，在华盛顿寻求限制甚至斩断与北京经济联系之际，德国经济的2个强大引擎大众汽车和化工巨头巴斯夫正在全面扩大对华巨额投资。整个德国的高管们，他们都明白，这样一种投资和美国经济孤立中国的努力背道而驰。但是呢，他们的理由是来自中国的营收对于他们的企业在欧洲蓬勃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我期待贝尔伯克能够通过这次访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尤其是他与中国同事的深度沟通与战略对话，能够对德国企业的选择逻辑与利益考量有更加全面清醒的认识与判断。也期待这位女外长在对华关系，尤其是在最核心、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能够修正认知，真正辨识红线所在。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近期中美财经官员再有接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双方就中美经济金融形势交换意见。与此同时，美方近期密集释放信息，希望美方高官可以访华进行交流。实际上，近期中美经济呈现出不同的走势，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美方则呈现出衰退迹象。外界认为，这让美国加强同中国合作与协调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据央行官网披露，4月10号，央行行长易纲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例会期间，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双方就中美经济金融形势交换了意见。这段时期是美国的国内的金融业应该说是发生了不小的动荡，基于美元在世界货币当中的一个主导性的地位。那么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全球的金融体系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包括会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它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外溢性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方面，中美之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的一个需求，怎么样去稳定全球的这个金融体系，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面临的债务等问题上，都需要进行合作。外界注意到，中美财经团队接触是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重要实际举措。去年11月14号。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同意两国财经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协调。两国财经团队迅速响应，当时在巴厘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就会见美国财长耶伦。不到1周时间，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泰国曼谷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据悉，易纲这次在华盛顿2天内与7国央行行长密集会面。除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还会见了瑞士央行行长乔丹、奥地利央行行长霍尔兹曼等人，并会见了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易纲还在今年第2次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介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回升，通胀保持低位，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预计今年 GDP 增速将达5%左右。此外，会议成员普遍认为，受高通胀、货币政策收紧、地缘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风险。部分成员关注近期发达经济体银行业动荡带来的不确定性。各方同意加强政策协调，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护金融稳定。春节后，中国经济延续较好回暖势头，展示出强大韧性，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近日，海关总署公布的3月外贸数据显示，出口同比增长14.8%。美国 CNBC 电视台援引高盛分析师预测称，由于强劲的进出口数据支撑，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6%，可能高于政府5%左右的目标。中国经济的向好的话，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向好，应该是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美国经济则可能陷入衰退。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加息9次，累计加息幅度达475个基点。最近一次加息为3月22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4.75%到5%，为2007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最新公布的美联储3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鉴于对近期美国银行业发展潜在经济影响的评估，会议预测今年晚些时候美国经济将开始出现温和衰退。而越来越多的华尔街经济学家也预计，美联储的行动将使美国经济在明年陷入衰退。加息往往会导致消费者和企业贷款利率上升，进而迫使雇主削减支出，从而减缓经济增长。此外，美联储铁腕加息也对美国金融业造成伤害。此前，硅谷银行等美国3家银行在1周之内接连倒闭，让全球金融市场惊出一身冷汗。而此后的瑞士信贷也迅速恶化，导致瑞士央行被迫输血，也被解读为是美国金融业危机的外溢。那美国的话，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还是它国内的通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掉。我们看到这个通胀的形势，接下来还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个会给美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包括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前景，都会带来阴影。在美国社会对经济增长感到悲观，通胀持续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国财经高层多次表示希望访华就具体问题与中国进行磋商。中国商务部此前也表示对此持开放态度。在10号的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就中美关系称，
美方正与中方就美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华的问题进行谈判。此前，美国媒体报道称，多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将在本周访问北京和上海，为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年晚些时候可能的访华行程打基础。当天，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香伯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也不会限制中国的增长，两国经济关系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彭博社分析称，香伯这番表态正值美中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警告称，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拖累了全球经济前景。有分析认为，自全球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从产业链断裂、通胀飙升到现在金融系统的震荡，使得美国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在金融和宏观经济上加强同中国合作与协调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